在鸿蒙移植的视频里，关于 Makefile 的视频都是我在2018年为24.0录制的，以前所讲的知识一点都没有过时，非常适合鸿蒙，所以我把以前的视频拿过来拼接使用。后面你观看视频时，视频里面所引用的源码路径是003 Makefile， 现在改成了02 Makefile。你使用 Git 下载到我们的源码之后，可以进入各个单板，找到 Source， 找到02。录制视频时所编写的源码，你可以看到02 Makefile， 里面就是我们 Makefile 视频所对应的源码。你观看视频时要变通一下。以前录制视频时，我使用 File 把源码上传到 U 邦图，现在不需要了。那些源码可以直接在 Windows 下面使用。以前我使用 MobileStorm 远程登录 U 邦图来执行各种命令，现在也不需要了。你可以直接在 Windows 下面启动 Git Bash， 在 Git Bash 里面来执行各种操作。以前录制视频时所写的那些文档，我重新整理了一下，放在 Git 仓库里。你可以下载到 Git 源码之后，进入这样的目录，找到这些文档，可以来观看这些文档。好，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在 Git Bash 里面来执行各种命令。你可以进入源码的目录，右键点击启动 Git Bash， 来执行 make 命令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以后你观看视频时，在 U 邦图里面执行的那些命令，都可以在 Git Bash 里面来执行。好，这就是你观看后续视频时我做的一些提醒。下面我们开始看视频。这节视频我们开始讲解 Makefile。在以前的程序里，我们使用 Makefile 来简化过程序的编译过程，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讲解 Makefile 的知识。Makefile 起什么作用呢？如果你曾经使用过 Windows 的工具，比如说 Kale、MDK、AVR 等等工具来开发程序的话，你会发现你点点鼠标就可以增加文件，点点鼠标就可以编译程序。它的内部机制是什么？它怎么管理这些程序？它怎么决定编译哪一个文件？这些内部机制我们根本就不了解。实际上，这些 Windows 工具管理程序的内部机制也是 Makefile。我们在 Linux 上面开发罗版程序的时候，使用 Makefile 来组织管理这些程序。那么这节视频我们就开始讲解 Makefile 的最基本的规则。Makefile 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它要组织管理程序，组织管理文件。我们写一个程序来试验一下。008，这是我们的第3个程序 Makefile。在第3个程序里面创建第一个 test app。我们创建2个文件 A.C、B.C， 把它们全部拉到缩形箱里面来。在 A.C 里面写一个卖函数，卖函数里面调用 B.C 里面实现的函数 include stand.io.h， 非常简单的一个程序。要用 B 函数 return 0 void b printf。 我们把这2个文件上传到服务器003，全部上传，然后打开终端 work hardware 003 Makefile cd 001，怎么执行呢？ gcc-o test A.C B.C， 我们可以使用最简单的命令来编译它。有些警告没有关系，来执行一下 test。好，完全没有问题。来看看，简单。这条命令虽然简单，但是它完成的功能可不简单。我们来看看它做了哪些事情。我们知道，对于一个.c 文件，它要得到可执行程序，
它之间要经过4个步骤。第一是预处理，比如说处理某些语法错误呀，把宏展开，把头文件包含进来。第二个是编译，第三个是汇编，第4个是链接。我们经常把前面3个步骤统称为编译。那么对于我们这条命令 gcc-o test a 点 c b 点 c， 它肯定会经过这么些步骤。对于 a 点 c 执行预处理、编译、汇编的过程，对于 b 点 c 执行预处理、编译、汇编的过程。简单来说，就会得到这么些文件。a 点 c 预处理编译之后，得到一个叉叉叉点 s 文件，得到一个叉叉叉点 o 文件。b 点 c 呢，得到一个 YYY 点 s 文件，得到一个 YYY 点 o 文件。最后，这2个文件被链接在一起，得到一个名为 test 的应用程序。你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-v 选项，可以看到它的处理过程。-v， 好，得到一堆的信息。我们简单的看一眼。a 点 c， 如果源代码没问题，编译之后得到了点 s 文件。再来看看，这点 s 文件生成一个点 o 文件。对 a 点 c 得到点 s， 得到点 o。同样的道理，对 b 点 c 呢，得到一个点 s， 这点 s 又会生成一个点 o， 最后这2个点 o 会合并在一起，得到应用程序 test。 那 collect 组织在一起，链接在一起，其他的库文件、其他点 o 文件，还有跟我们之前得到那2个点 o 文件组织在一块，得到名为 test 的应用程序。这个命令非常简单，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缺点。每执行一次这个命令，它会对 a 点 c、b 点 c 依次执行预处理、编译、汇编这3个过程，最后再把它们链接在一起。就比如说，一开始第一次执行的时候，对 a 点 c 执行这个过程，对 b 点 c 执行这个过程，这无话可说。我执行完第一次之后，如果我来修改 a 点 c， 我又再执行这条命令，对 a 点 c 它应该重新生成点 o， 但是它会对 b 点 c 它又重新执行一次，这完全没有必要嘛。我 b 点 c 根本就没有修改，你直接使用第一次生成的 YYY 点 o 不就可以了吗？你看，它缺点在于对所有的文件都再处理一次。即使我的 b 点 c 没有经过修改，它也给你重新执行一次这些处理过程。当文件比较少时，这没有什么问题；当文件非常多时，这就会带来非常严重的效率问题。就比如说我们的 Linux 内核有3-4万个文件，如果你都使用一条命令来处理的话，那每次编译内核你就要等上半个小时。我们开发的应用程序一般来说也会有几十几百个文件，如果你使用这样的命令来处理的话，你稍微修改其中的某一个文件，它也会对所有的文件都处理一次，这是无法忍受的。对这些原文件，我们应该分别处理预处理、编译、汇编，当然我们统称为编译，先分别编译它们，最后再把它们链接在一起。应该
分别编译，这编译指前面的3个步骤，然后最后链接。就比如说，我们应该这么做 ：gcc-c-o a 点 o a 点 c，gcc-c-o b 点 o b 点 c， 把 a 点 c 编译成 a 点 o， 把 b 点 c 编译成 b 点 o， 最后链接在一起。-o test a 点 o b 点 o， 你看第一次执行的时候，你要执行这3个命令，然后我来修改了 a 点 c， 那么你重新执行这条命令，得到一个新的 a 点 o 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新的 a 点 o 和旧的 b 点 o 一起链接成 test 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当我修改了 a 点 c 之后，我只需要重新处理 a 点 c， 然后再把它们链接在一起就可以了。这就省去了中间这一个步骤，省去了对 b 点 c 的重复处理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我怎么知道哪一个文件被更新了、被修改了？如何判断哪个文件、哪些文件被修改？比较时间，比较 a 点 o 和 a 点 c 的时间。如果 a 点 c 的时间比它更加新的话，就表明 a 点 c 被修改了。比较 b 点 o 和 b 点 c 的时间，如果 b 点 c 的时间比它更加新的话，就表明 b 点 c 被修改了。比较 test 和 a 点 o、b 点 o 的时间，如果 a 点 o 或者 b 点 o 的时间比 test 更加新的话，就表明你应该重新生成 test。比较时间。好 ，Makefile 就是这么做的。我们现在来写出一个简单的 Makefile。Makefile 的最基本的语法是规则。规则什么样的呢？是目标文件冒号一个或者多个依赖文件，然后有个 Tab 键，不是空格，是 Tab 键，后面是命令，这就是 Makefile 的最根本的元素规则。它什么意思呢？当依赖比目标新，执行命令。它非常简单。好，来看看我们这3个命令怎么写成 Makefile 的规则。一开始，我这个 test 是目标，我想生成 test 这个文件，它依赖于 a 点 o、b 点 o。一旦 a 点 o 或者 b 点 o 比它新的时候，我就需要执行下面的命令，重新生成 test。a 点 o 呢，又依赖于 a 点 c。当 a 点 c 比 a 点 o 更加新的时候，使用下面的命令来生成 a 点 o。b 点 o 又依赖于 b 点 c。当 b 点 c 比 b 点 o 新的时候，使用下面的命令来生成 b 点 o。你看，这个 Makefile 里面包含有3条规则。所谓 Makefile 就是名为 Makefile 的文件里面放这些内容。当我们想编译程序时，直接执行 make 命令就可以了。你一执行 make 命令，它想去生成第一个目标，
他想生成 test， 他发现 A 点 O 没有，好，那么他就要先生成 A 点 O， 他往下看，发现 A 点 O 依赖于 A 点 C， 现在我有 A 点 C， 但是没有 A 点 O， 他认为 A 点 C 比 A 点 O 更加新，好，用这条命令来生成 A 点 O，A 点 O 解决了。我的目的想生成第一个目标，想生成 test，A 点 O 解决了。他再来看看第二个依赖，他需要用到 B 点 O， 他发现没有 B 点 O， 往下看，好 ，B 点 O 依赖于 B 点 C， 那么使用这条命令来生成 B 点 O。现在 A 点 O、B 点 O 都有了，还没有 test， 他认为 A 点 O、B 点 O 都比 test 新，好，使用这些命令来生成 test。我第一次执行 make 的时候，它的过程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我来修改 A 点 C， 我再次执行 make， 我执行 make 的时候，它的本意想去生成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 test 这个应用程序。好，他需要先生成 A 点 O， 他发现 A 点 O 依赖于 A 点 C。你之前不是修改了 A 点 C 吗？好，他发现 A 点 C 比 A 点 O 更加新，那么使用这条命令来生成 A 点 O，A 点 O 解决。再来看看第二个依赖 B 点 O，B 点 O 依赖于 B 点 C， 他发现 B 点 C 并没有修改，好，他不会使用这条命令来重新生成 B 点 O。现在 A 点 O、B 点 O 都有了，其中的 A 点 O 更加新，比 test 更加新，那么他就会使用这条命令来重新链接得到 test。这个时候，他只会执行这两条命令 ：gcc 杠 c 杠 o a 点 o a 点 c， 然后是链接杠 o test a 点 o b 点 o。我们第一次执行 make 的时候，它会执行三条命令，三条命令都执行。好，我们来做一下实验。在这里面，我们来生成一个 makefile。makefile 就是名为 makefile 的文件。你执行 make 命令的时候，它会在当前目录下面找到名为 makefile 的文件，根据里面的内容来执行那些判断，执行那些命令。我们的 test 程序依赖于 A 点 O、B 点 O， 然后 tab 键不是空格，是 tab 键。gcc 杠 o test A 点 O B 点 O A 点 O 依赖于 A 点 C tab 键 gcc 杠 C 杠 O A 点 O A 点 C B 点 O 依赖于 B 点 C tab 键 gcc 杠 C 杠 O B 点 O B 点 C。 好，写完上传代码。执行一下 make， 你看三条命令没问题。再次执行一下 make， 他说你这个 test 已经是最新的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再次执行 test 的时候，他会来判断这一依赖，发现这一依赖并没有更新呀。A 点 O 依赖于 A 点 C， 他发现 A 点 C 并没有更新。B 点 O 依赖于 B 点 C， 他发现 B 点 C 并没有更新。也就是说 A 点 C 没有更新，所以说它不需要更新 A 点 O。B 点 C 没有更新，它不需要更新 B 点 O。A 点 O、B 点 O 都没有更新，它也就不需要去重新生成 test， 它就会提示说你这个 test 已经是最新的了，不需要重新执行。我们来修改一下 A 点 C， 加个空格，然后保存，再次执行 make， 你看，重新编译 A 点 C 得到 A 点 O， 新的 A 点 O 和旧的 B 点 O 链接得到 test，
我们再来修改一下 b 点 o，b 点 c，vi b 点 c， 加个空格，保存 ，make 一下，你看，重新生成 b 点 o， 新的 b 点 o 和旧的 a 点 o 链接得到 test。我来同时修改这两个文件 ，touch a 点 c b 点 c， 这 touch 命令只是简单的修改了一下 a 点 c b 点 c 的时间而已 ，make 一下，你看 a 点 c 修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重新生成 b 点 a 点 o，b 点 c 修改了，重新生成 b 点 o，a 点 o、b 点 o 都修改了，重新生成 test。这个 Makefile 的规则实际上是非常的简单。好，第一节视频我们讲的简单一点，我们引入 Makefile， 和简单的讲讲它的规则。规则是 Makefile 的核心，我事先写了这么一个笔记，把它复制下来。规则是怎样的呢？这是目标文件，它有一个依赖文件，或者两个依赖文件，或者更多。下面是 tab， 然后是命令。当目标文件不存在，或者某一个依赖文件比目标文件更加新的时候，就会执行这个命令。这就是规则。好，这节视频就讲到这里。